遇到坦克维修的难题，乌克兰人应该怎么做呢？当然是直接找援助国的后勤部门了。下面这名乌克兰军官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他找的是俄罗斯的坦克维修部门。T72坦克可以说是俄乌战场上最常见的坦克车型了，俄乌双方手中都有不少的此类坦克，只不过相较于乌克兰，俄罗斯拥有完备的 T72 生产线和后勤维护团队，而乌克兰则在苏联解体后就失去了生产 T72 的能力。但即便如此，在上世纪呢，乌克兰仍然保留着1500辆，虽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老式的 T72A 和 B 型，但是由于没有生产线，使得乌克兰自身无法对这些装备进行维护和升级。但在乌东战争爆发后呢，随着乌克兰装甲部队遭受重大打击，在损失了大量的 T64 之后，乌克兰决定重新翻修 T72 坦克。到了2017年，乌克兰推出了自家改进后的 T72AMT， 相比于老款有所升级，但却被俄专家嘲讽为乞丐版 T72。对于这个评价呢，乌克兰也十分承认。但是再弱的坦克那也得用，不是吗？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乌东地区的 T72AMT 首当其冲，是最前线对抗俄军装甲洪流的坦克部队。由于性能平平， T72AMT 被摧毁了不少，这也让乌克兰的装甲部队在战争前期有些捉襟见肘。不过好在乌克兰身边呢，还是有不少好兄弟相助的，例如波兰就在战争前期援助了上百辆苏系坦克给乌克兰使用。而除了波兰之外呢，援助苏系坦克最多的国家就当属俄罗斯了。在开战之后，俄罗斯的装甲车队化身钢铁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向基辅，但由于自身的后勤跟不上，导致许多坦克行驶到半路就因为没有燃料而被俄军抛弃在了半路。这些坦克对于战争前期的乌克兰而言，无疑是最好的援助了。据西方媒体披露，乌军在战争中缴获了俄军386辆各型坦克，其中数量最多的 T72B3 已经接近200辆了。作为俄军装甲的中坚力量， T72B3 主战坦克可要比乌克兰的 T72AMT 香得多。但是由于 T72B3 是夏塔吉尔乌拉尔车辆厂的产品，是俄罗斯较新的坦克之一，与 T64BV、T80U 或者 T72AMT 不同的是，乌克兰工业呢对该类型没有太多的经验。一时间，关于该坦克的维修问题成了乌军后勤人员的难题。特别是乌军发起大反攻后，由于俄军的防线限制，导致乌军出现了许多装甲部队的伤亡，这也让后勤维修人员更加痛苦。乌克兰技术人员在维修缴获的 T72B3 主战坦克时，遇到了许多的技术问题，包括漏油、压缩机无法工作，以及炮塔电动旋转机构损坏等等。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一个名为科切夫尼克的乌克兰军官突发奇想，既然自家难以维修，那么是否可以找他的生产厂家来帮忙呢？于是他说干就干，随后他拨打了俄罗斯坦克制造商乌拉尔车辆厂的支持热线。电话中呢，这名乌克兰军官并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而是以俄军装甲部队指挥官的口吻向乌拉尔车辆厂的接线人员抱怨着 T72B3 坦克的生产质量，称其在战场上遇到了问题，包括坦克喷油、压缩机有故障，以及电动炮塔旋转机构不良。这意味着车组人员必须用手摇曲柄来转动它。而且呢，他现在已经无法修好这辆坦克，希望得到制造厂的帮助，否则他将会进行投诉。在这套话术下呢，乌拉尔制造厂的接线员成功地相信了科切夫尼克的身份，在问清需求后，就将其转接给了一位工程师，后者则热情地向其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在了解如何维修后，科切夫尼克甚至还接到了乌拉尔车辆厂总监的回访电话，但总监呢却被对方告知，其实呢他是个乌克兰人。感谢你的帮助，伙计。事实上呢，这辆要维修的 T72B3 主战坦克是我们去年在伊久姆大战当中缴获的。当我们把更多的这些坦克作为战利品时，你们的电话会让我们更加容易维护它。非常感谢，照顾好你自己，荣耀属于乌克兰。听到这段话之后呢，我想另一头的总监呢是懵逼的，一次普通的电话求助怎么就变成通敌了呢？而那名打电话求助的乌克兰军官也确实有些不地道。在挑明身份后呢，以后其他单位的乌克兰技术人员再遇到维修问题，还怎么向俄罗斯工程师寻求技术帮助呢？
事实上啊，不仅是 T72B3 主战坦克，乌军在维修很多俄制装备的时候都有类似问题，不仅缺乏零配件，而且呢没有维修经验，缴获的俄军重武器里面有很多都是乌军没有见过的。而在这一方面，西方很难向乌军提供技术支持。在获取零备件方面呢，乌军或许可以从无法作战的重装备上拆卸，甚至从俄罗斯境内走私，但在技术支持上确实存在着问题。此前有报道称，乌军缴获的俄军重武器里有一半因为修不好而无法使用，这就很亏了。毕竟那 T72B3 虽然比不上北约援助的豹2和 M1， 但怎么着也都是坦克呀，俘虏后放着不用太可惜了。而有一说一啊，俄军在升级 T72B3 的时候还是花了一番心思的。俄官方的说法是，其升级费用约为200万美元。虽然这笔钱被认为存在虚报开支等问题，但 T72B3 呢确实使用了不少的新技术，安装了西方技术装备。它使用了和 T90 主战坦克同款的 EA45T 火控系统，包括 PNK4S 车长昼夜瞄准镜、1B11型横风传感器、龙舌兰2热成像仪、1G46炮长瞄准系统和新型的弹道计算机。其主要武器呢为一门125毫米的 2A46M5 滑膛炮，在使用 3B M60型铅系列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时候，可以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700毫米的垂直钢装甲。而在防护方面， T72B3 炮塔使用了膨胀装甲，以斜向45度安装，可以达到抗穿550毫米，抗破900毫米，使用了接触物爆炸反应装甲。这型爆反呢，可以让坦克对穿甲弹的防护能力提升20%到30%，能够有效抵御55倍镜120毫米滑膛炮发射的弹药的攻击。而乌军本身装备的坦克呢就有限，在接收了大量此类坦克后，能极大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另外，除了乌克兰缴获的这些俄制坦克之外，大兵也十分好奇北约援助的那些武器，乌军是如何维修的。毕竟战争打到现在啊，几乎每个北约国家都向乌克兰援助了武器装备，但这些装备之间的型号以及后勤维修都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法国的凯撒和美国的 M777 显然是两种操作模式。挑战者2的滑膛炮也与豹2的线膛炮不同，两者呢还需要使用不同的弹药，因此光是在学习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乌克兰就花费了不少时间去培训士兵。不过好在维修方面呢，北约老哥们并没有想着让乌克兰一力承担。毕竟随着战争前期俄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业能力遭受了严重破坏，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介入并且参与维修的话，那么大量战损的乌克兰坦克及其他设备就可以被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关于如何保障乌克兰的后勤问题，最早传出消息呢是在去年5月份保加利亚的元首。2022年5月4号，保加利亚议会批准了在保加利亚国内的维修厂中修理乌克兰军事装备的决定。该国有着一定的军事工业基础，使其可以修复受损的乌克兰军事装备，例如 T72M2 主战坦克、不同型号的 MTLB 装甲运输车、BMP-23 步兵战车以及 BRDM-2 装甲侦察车等等。毕竟目前保加利亚的主要装甲单位仍是以苏制武器为主，因此在面对同样装备苏系武器的俄军装备的时候，以保加利亚的工业基础完全可以满足维修条件的。只不过由于俄军的装备进行过一些升级，因此在维修俄军装备时，配件的供应那是一个问题。而至于北约的装备维修，波兰也早有打算，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不远处的波兰的军事基地里，就有不少美国士兵和翻译员在那里工作。他们通过安全的聊天室，在 iPad 上回答乌军士兵关于各类武器的维修问题。每个主要武器系统都有14个聊天，形成一个临时的战时远程服务网络。例如呢，乌军可以向其发送因反复射击而磨损炮管的照片，或者需要维修的武器视频，而另一边的维修专家则可以向乌军发送维修草图，展示他们如何去修理这件装备，并且为乌军准备可以替换的零件。例如海马斯火箭炮在战场上受损后，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复。而通过聊天，北约维修人员也可以了解自家武器究竟可以承受多大的磨损，这些信息呢会被反馈给国防武器制造商。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确定哪些零件的生产速度更快。据了解，面对乌军的求援，维修专家通常会在几分钟后就给出回复。
如果需要更换零件，通常在收到消息后的24小时之内，就会有飞机运往距离乌克兰最近的机场。但即使这样呢，还有很多零件因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呢，在后来乌克兰也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系统。现在的乌克兰已经开始对北约军备进行复杂的维修，并且掌握了大约10%的必要备件的生产，这对日后乌克兰的军事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而除了波兰之外呢，斯洛伐克也是军援乌克兰的主要基地。显然，北约正在通过乌克兰的这些周边国家建立新的军事装备维修基地，来保障各国装备的维修后勤。就例如斯洛伐克的这个基地，就有德国著名军工企业克劳斯马菲韦格曼正在该基地工作，他们负责维修在乌克兰受损的德制大型装备，例如 PZH-2000 自行榴弹炮。这种德制重型自行榴弹炮性能极为先进，但在其设计时呢，并未考虑到高强度使用的问题。乌克兰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乌军使用的 PZH-2000 自行榴弹炮中有大约一半损坏了，需要修理。到了北约坦克来到后呢，波兰又拉着德国一起在自家的西里西亚省建立了专门修复在乌克兰战场损坏的豹二坦克维修服务中心，目前已经有几辆受损的豹二抵达该工厂了。令人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两家还因为建立维修工厂的问题差点吵了起来。原来早在援乌豹二之前，德国两家坦克制造商莱茵金属和克劳斯马菲韦格曼公司就准备组建一家合资企业，然后呢与波兰国家装甲公司 PGZ 一起在戈里维察和波兹南的波兰工厂建立联合坦克车间，为乌克兰维修豹二，修理费用呢将由德国政府承担。不过波兰服务商为此要价太高，让双方的会谈无疾而终。比如波兰国家装甲公司 PGZ 收取了超过10万欧元用于坦克所谓的初级诊断费用，而在德国，这样的诊断呢通常只需要约 1.2 万欧元，高昂的价格自然引起了德国的不满，毕竟波兰的人工和服务成本是要远低于德国的。但好在呢，最终两家还是达成了协议，波兰并没有继续和德国狮子大开口，影响维修中心的运营，因为那样最不利于的是波兰支持的乌克兰。而另一边的德国呢，在后勤援乌这方面呢也十分积极，在北约国家再次提供大量武器的同时，德国在靠近乌克兰的国家内修建了多个武器中心，例如罗马尼亚的武器维修中心、波兰的坦克枢纽。显然，德国正在打造乌军的后勤中心。毕竟当前乌军使用最多的北约坦克还是德国的豹二，这么多的坦克在乌克兰战争中必然会损伤，如果再送到德国进行维修的话，那么成本将会很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乌克兰周边国家建立后勤维修中心就成了最好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会在西部地区部署大量兵力和武器，并且还联合白俄组建了联合部队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建厂之外呢，德国还透露了在乌克兰建立坦克中心的想法。当时莱茵金属公司指出，他们还正在与乌克兰进行讨论，是否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修建一个坦克生产中心。事实上，德国政府的转变还不只是提供武器维修服务，还有着大量炮弹供应计划。德国政府此前宣布，已经对莱茵金属公司提出了要求，增加至少2条生产线，来保证乌克兰可以获得足够的炮弹，同时还保证欧洲国家有充足的炮弹供应。不得不说，现在的德国已经完全成了乌克兰的战争后勤中心，正在和俄罗斯直接对抗。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